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川普这张嘴简直是个大喇叭呀，啥话都敢往外吐露，比这个火箭发射还快啊！他说的话可真的是千万别信啊！这个川普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啊！突然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冒出了一句：“恭喜大家啊，以色列和伊朗要握手言和啦，12个小时后世界就要太平喽！”哎呦喂，这话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呀，好像他就是拯救世界的和平哥啊！他还煞有介事的说啊，这个伊朗先消停12个小时，给个面子，然后呢，以色列才跟着停火12个小时，这样这个24小时一过，这打了12天的仗就算是彻底拜拜了。他还感谢这个伊朗和以色列夸人家英勇聪明。哎呦喂，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这停火方案也挺有意思的，说是伊朗他先停火12个小时表示诚意，然后这个以色列再停火12个小时，这24小时后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点钟，这个战争就算是正式结束了。各位，你们听明白了吗？反正我听着是有点玄乎。特朗普的意思是，今天早上7点宣布这个中午1点伊朗先停火，然后呢，以色列再停。那明天中午这个1点钟如果2个国家都没动手，就宣布战争结束，这靠谱吗？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也觉得不对劲赶紧打电话给这个川普这停火能坚持多久啊？你猜这个川普咋说他说我认为停火应该是无限的，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好了，这就是川普昨天早上带给全世界的猛料，各位你们信吗？想当初这个川普刚上台的时候还吹牛说什么24小时就能摆平俄乌冲突呢，结果呢，这乌克兰和俄罗斯哪个搭理他了？为啥我不信因为就在这个川普宣布停火的同时，这个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东北部又轰的一声给炸了，当地的老百姓都听见这个战斗机飞来飞去的动静了。这停火期间这个以色列照样轰炸德黑兰。就在这个川普公布消息后没多久路透社就突然发消息，说是有这个伊朗内部高级官员透露，这个伊朗已经同意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了。这路透社第一个跳出来给川普站台了，还搬出伊朗高层内部官员的名头。那伊朗官方啥态度呢？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了是以色列先动的手，不是伊朗主动打的。伊朗呢会一直反击，直到最后一刻。他还说这个伊朗和以色列压根儿就没达成任何停火协议。不过这个伊朗外长还留了点余地，说只要这个以色列在德黑兰时间凌晨4点之前停止对这个伊朗人民的非法侵略，这个伊朗就没打算继续反击。这个伊朗外长的意思是这个以色列先停火，伊朗才有可能停火。这和川普说的什么伊朗先停火完全不一样现在这个中东联军士气正旺多年来积攒的这个恐美恐以的情绪正在消散，这以色列人快过上加沙人民一样的生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伊朗真的会停战吗？今天最新消息就在今天中午说好的停火了，你猜怎么着？还没到这个下午2点呢，就又砰砰砰的开干了。你说这个伊朗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把这个川普那劝架的话当回事这个央视新闻还有各大媒体都炸锅了，说这个伊朗那边刚消停了1个小时，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就跳出来嚷嚷说他们刚确认这个伊朗停火，就发现伊朗又嗖的射导弹过来了。这事儿大概在北京时间下午1点半左右，以色列北部就开始拉警报了，那声音那估计老远都能听见这以色列时报还添油加醋的说这个伊朗趁着这个停火的空档，往以色列那边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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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射了2枚弹道导弹。哎呦喂，这可真的是趁你病要你命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没完呢。到了这个下午1点5、60分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这位老哥估计是气炸了呀，直接下令说以色列国防军要给伊朗来个狠的，还放出狠话说要狠狠的打击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目标。我的天哪，这是要直接掀桌子开战的节奏这伊朗那边就立马跳出来喊冤说我们啥时候发射导弹了？这压根儿就没这回事儿。这以色列你别瞎说，你说说这叫啥事儿这停火停了个寂寞他们这个停火约定目前也就是嘴上说说，根本就没啥实际的约束力
唯一一个能出来担保的还是川普啊。但是现在川普的话还有几个人信啊？他自己说话都不算数，指望他能管住这个伊朗和以色列。所以说这所谓的停火我看就是双方互相试探一下底线。这个约定随时都可能因为这个任何一方不爽就给撕毁了。其实就跟这个小孩子过家家似的，说翻脸就翻脸。为啥这个伊朗刚宣布停火又要射导弹呢？首先这枚导弹是不是伊朗射的还真不好说这个伊朗自己他也没承认这事儿。而且你想想，内塔尼亚胡嘴上说着同意停火，但是如果以色列真的停火了，他回去肯定要被国内的那些强硬派给骂死呀，说不定就要被清算了。这政治斗争可比电视剧还精彩。其次呢，这个川普跟伊朗之间关于这个停火是怎么回事说法完全不一样。昨天晚上，这个川普第一时间就跳出来宣布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停火了，还顺便嘲笑了一下这个伊朗之前对美军基地的袭击，说这个伊朗软弱。这更离谱的是他还说是这个伊朗跟以色列都跑来求着他来调停的。哎呦喂，这川普真的是啥话都敢说。但是伊朗那边可不买账这伊朗媒体直接就说了停火是德黑兰在成功回击了美国侵略之后强加给以色列的。这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更牛，还说这个伊朗袭击了美军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后川普竟然近乎乞求的请求伊朗停火。我的天哪，这剧情反转的比这个过山车还刺激你看这事儿就清楚了。这个伊朗咽不下这口气那川普既然说停火是伊朗求着他帮忙的，还嘲笑这个伊朗打美国基地软弱，那这个伊朗肯定要证明给全世界看看到底是谁在撒谎。这枚导弹说不定就是伊朗故意射的，就是要打川普的脸最后一点就是这个伊朗国内强硬派跟温和派的斗争也很激烈。这个伊朗那些强硬派的心里明白的很，现在是这个以色列被打的有点懵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跟以色列停火了，那等这个以色列缓过劲儿来，肯定会变本加厉的报复伊朗，这个不是闹着玩的那到时候损失的可是人命跟财产这个伊朗强硬派不想再被以色列偷袭一次，损失那么多的人和财产了，所以他们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底把这个以色列给打服了，最好是能把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给彻底摧毁，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对伊朗动手动脚了。但是这个伊朗的温和派就不这么想了，他们觉得这再打下去伊朗国内的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恐怕就撑不住了，所以还是见好就收吧，说不定还能借着这次机会让这个美国取消对这个伊朗的制裁呢。这温和派还是想着过这个安稳日子，所以综合来看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绝对不会就这么堂而皇之的结束。就算他们是真的停火了，这双方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也会越来越深。早晚有一天这个以色列还是会找准机会给这个伊朗来个致命一击的。这两个国家其实就像两只刺猬，那靠得越近扎得越疼。至于这个川普伊朗当然是有点怕的，毕竟美国的实力摆在那儿吧。这个一旦伊朗真的把这个核武器给搞出来了，到时候川普就算再厉害也就只能像一条被拴着的恶犬只能在那边嘤嘤狂吠几声根本就不敢真的扑上去咬人。这核武器就是最后的底牌。接下来如果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真停火了，那伊核的问题就两种可能了。这第一种这个川普说的是真的，这个伊朗的核设施被这个美军给炸没了，这个伊朗就没法造核武器了，这事就算完了。那还有第二种，这个川普自己打脸，继续逼这个伊朗回到谈判桌上签一个新的伊核协议。那这时候川普的好戏就来了，这个伊朗可以不跟他谈呀，这坑是川普自己挖的，这个伊朗就将计就计，这是阳谋。如果这个川普不追究伊核问题那大家都觉得这个伊朗确实没能力再造这个核武器了，这个以色列也没有借口再打这个伊朗了。至于这个伊朗到底还有没有发展核设施的能力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这个川普继续追究伊核问题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告诉全世界美军根本就没有能力摧毁伊朗的核设施。这伊朗还可以顺势拒绝谈判，反正这个川普都说了，伊朗没能力造这个核武器了，那还谈啥呢？所以说这个伊朗和这个以色列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那短期内想让他们握手言和那是难上加难咱们就等着看吧。接下来这个中东地区恐怕还不太平呢。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